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狼王，欢迎来到狼王带你操美股，一个准到凶残的中短线交易频道。老规矩，点赞、评论、分享本频道给你喜欢炒股的朋友。有空的话，劳烦看完 YouTube 给您推送的广告，点进广告的连接，就是对狼王频道最大的支持。我们闲话少叙，直接进入一周一次狼王最重要的下周行情推演的节目。再次给新朋友强调一下，就是每周的行情推演是狼王一周一次最重要的节目，因为这个节目是狼王一般会在周日进行的一个录制，所以说没有任何对于大盘的影响，好吧？所以说狼王是在一个最冷静的一个状态下做出的一个比较理智的判断，所以说一切的节目每日的复盘呢，我觉得重要性肯定是小于一周一次推演的这个重要性的。然后的话，我觉得每一周的操作的这个方向以这个周末的推演视频为主，好吧？因为毕竟这个盘就是开盘的时候，在盘中的时候，狼王是会受到大盘的影响的，就比如说像上周一的时候是吧，大盘出现了一个破位，那破位了以后的时候我当时就只能做出的当时的判断就是只能去搏一个反弹，那我没有想到它现在就 V 上来了，但是在上周的一个推演里面，我仍然是就是跟大家说是越低越买，好吧？那结果证明的就是上周推演说的是对的，那周一做的那个只是反弹的判断就不那么正确，所以再次的跟大家就是提醒一下，就是一切的下周的操作还是以这个就是周末的推演节目为准，因为它这个判断会更加的理智。好嘞，那我们就闲话的少叙是吧，直接进入今天的一个正题。那现在大盘在这周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反弹，那现在大家肯定想问的狼王的一个问题就是趁着反弹离场，还是应该如果下周出现了回踩去逢低的买货？那狼王就也不藏着掖着是吧，直接的给结论。好，我的结论就是下周如果有再次回踩的机会，仍然是去逢低的做多，好吧？大盘上一次的这一波从4545跌到了4300的这一波跌幅，大概的跌幅有接近6%。那其实首先我们觉得狼王只要跟大家明确的一下，是我们得定义一下什么叫做短期的调整，什么叫做中期的调整。对于狼王来说，短期的调整在就是 SPX 标普500跌幅在3%到8%之间，好吧，我们都可以把它定为一个短期的调整。中期的调整呢是8%到13%，这个区间应该算是一个中期的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上周整个标普指数呢仍然是一个就是从高点到低点大概跌了6%，是仍然在短期调整的范围之内，所以说我仍然是认为大家应该去逢低的做多标普指数。第一个目标位是哪里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在上周的时候是吧？然后我其实一直在标普指数这里写了4700点是之前的第一个目标位。但是这个4700点是基于标普指数没有跌破这个GMMA 长期均线组的这个的 K 线来做的一个判断。那既然上周它顺势的跌破了这个 GMMA 长期均线组的一个支撑，我觉得这个值大家得先好吧，我们第一个目标位先不要看4700点，第一个目标位呢，因为它再次的跌破了，所以这个值也是要出现一个小幅的下调的。我觉得第一个目标位先看到4630点，好吧？那我就是说现在仍然是看涨标普指数的，下周如果有回踩的机会我认为仍然可以去进场做多。具体的原因呢，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讲了，我觉得这一波的回撤比较像，对吧？比较像上次去年9月份的这一波，所以说很有可能它会逐渐的起码要逼近之前的一个高点，但是我个人的话认为它会直接的突破之前的这个3588的一个高点，因为毕竟去年的这一波是一个中期的回撤了，对吧？
大概有9%到10%以上的3588到这个3200，这是一个中期的回撤，但是我们这一波呢只是一个短期的回撤，好吧，所以说很有可能它不一定会有机会给你做 W 底啊，去直接的 V 上去的概率，我觉得也是不小的。那什么点位可以考虑去进场做多标普指数呢？好吧，那上周的时候我之前也跟大家说了，第一个可以进场的点位是等它回踩1小时级别 GMMA， 对吧？标普指数在4420左右。那我现在的话仍然保持这个观点不变，如果下周标普指数有回踩平行通道的支撑，对吧？也是1小时级别 GMMA 大概在4430到4430到4410的这么一个区间里，我觉得逢低的去做多标普指数仍然没有问题，好吧？大家记住一下4430到4410这个区间，如果下周标普指数给你这个机会回踩，仍然可以去做多。跌破了4390的话止损离场，好吧，没有跌破4390，我认为这一次标普指数进行 V 型反转的机会是非常的大的，它不一定会直接的 V 上去，如果下周出现了一个整理，就是横盘整理的话，对吧？1%左右的横盘整理，跌到了4430到4410的这么一个区间，大家去逢低的做多，我觉得没有问题，好吧？4390的止损，这是标普指数。标普指数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 UVXY。UVXY 跟标普指数是一个反向相关的嘛，因为毕竟 UVXY 追踪的是标普的一个波动率。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信号在上周五发生了什么信号呢？就是 UVXY 再次的破了新低，对吧？之前的话 UVXY 最低的价格在20.601上周五它已经强势的跌破了20.6的一个支撑，到达了20.3的一个点位。那一旦跌破了之前的一个低点 ，UVXY 大概率的会顺势的去下面的平台再去继续的找支撑狼王之前跟大家强调过 ，UVXY 接下来支撑可能会在19块钱附近，好吧？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是吧？上一周 UVXY 从20.6到这个30.8进行了一个超过50%的反弹，并且成交量这里是有放大的上周的所有的成交额 UVXY 的成交额已经达到了84亿美元，好不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 UVXY 达到84亿美元应该是在这个时候，是在这个2021年1月25日的这一周，当时 UVXY 也是从100块钱进行了反弹到了153，一个50%的反弹，然后 UVXY 就出现了一波加速的下跌，好吧，加速的下跌，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 UVXY 的图形非常的像这个2021年1月份的这个图形，尤其是不管是成交额上来看，对吧，都是80多亿美元，而且也都是反弹了50%，之后呢，出现了一个迅速的跌破历史的低点，所以说我觉得从 UVXY 这里来看我觉得大盘是非常的安全的，因为 UVXY 已经卸掉了之前的这么一个压力，对不对？20块钱到30块钱已经反弹了50%，很有可能19块钱的支撑对于 UVXY 来说都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了，这是对大盘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好吧？大家切记，这是对大盘非常好的一个信号。UVXY 可能在19块钱到18块钱的这么一个区间最多的反弹可能，如果说我们去看一看像之前1月份的这么来看，对吧？最多也就是大概20%到25%左右的一个反弹，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认为大盘的波动率并不会那么的大，好吧？也就是说大盘接下来继续上涨的概率是非常的高的，这是从 UVXY 上面来看。破了新低非常的好。UVXY 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QQQ。QQQ 的话也是一样，那上周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QQQ 在上周五的话是稍微弱势一点，
是唯一一个已经成功的回踩了1小时级别这个 GMMA 的均线组的一个指数。那我再次给大家强调了，就是说QQQ 的话在370到369这个区间可以去逢低的做多，好吧，这个观点仍然不变。如果下周有再次回踩1小时级别 GMMA 均线组的机会的时候，我认为仍然可以去做多 QQQ。具体的原因呢，首先是刚才 UVXY 和标普指数也说了，对吧？那如果说标普指数这种代表真正全美行情的一个大指数会继续上涨的话，我认为 QQQ 自然也会跟随着标普指数一起进行上涨。并且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特斯拉在上周出现了一个突破，对吧？我觉得特斯拉是一个特斯拉和苹果还有 NVDA 这种 FANG 的股票尤其是特斯拉这种成交额每天在全世界前5的这种大股票出现了突破，那就代表着科技指数很有可能也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一个大幅的突破。所以说持有科技板块的朋友仍然是可以继续持有的，好吧？我觉得非常的健康逢低去做多没有任何的问题。QQQ 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另外一个代表科技板块的ETF 是吧？这个半导体板块，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上一波调整半导体板块根本就没有多少的调整我认为半导体板块接下来去破这个477块钱的高点，应该也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现在的机会仍然是科技板块应该继续的向上攻是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半导体板块现在连15分钟级别的 GMMA 都没有跌破，对不对？非常的强势。所以说逢低去做多科技板块也是没有问题的一件事情。好嘞，那这是科技板块。科技板块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道琼斯指数。道琼斯指数呢现在是在4大指数里面是一个比较弱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没有站上日线级别 GMMA 压力的一个指数，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标普指数纳斯达克100呀，还有 IWM 其实现在都已经站上了日线级别 GMMA 的一个压力。那现在唯一没有站上 GMMA 压力的就是道琼斯的指数但是呢，如果说标普和 QQQ 能出现继续的上涨，我觉得整体的大盘出现分化的概率呢也不是那么的大，好吧？就是说我不认为就是标普指数 QQQ 涨得非常的好，然后道琼斯又跌得非常的差的这样的分化会继续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道琼斯指数上周的话也是没有回踩1小时级别 GMMA 如果下周有回踩1小时级别 GMMA 的这个动作的话，我认为仍然是可以去逢低的做多的，好吧？道琼斯指数的进场位在这个34,500点、34,550点到这个34,380点之间，好吧？跌破了34,300点的话，进行一个止损的操作。好，我认为道琼斯也是 OK 的，好吧？这是道琼斯指数的一个进场点的预判。道琼斯指数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罗素那罗素的话现在也是重新的回到了日线级别的一个多头的形态上面来看，对不对站上了日线级别的一个支撑，那所以说持有罗素的朋友仍然可以继续的持有。如果你想去进场做多罗素的话，这个点位也给大家画出来了，好吧？大概如果下周初有回踩221.5块到这个220.5块的这么一个区间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去进场布局罗素的。跌破220块钱的话，进行一个止损的操作。对于罗素指数来说的话，对吧？我个人的话，仍然是看好的，因为它已经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区间里面已经横盘震荡整理了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对吧？从这个2021年的2月份到现在，罗素指数呢一直是呈现一个就是没有继续向上突破的这么一个动态，所以说一旦要是罗素指数突破了这么一个震荡区间，230块钱的震荡，230块钱到这个210块钱的震荡区间，罗素板块很有可能会有一大波的涨幅，所以说持有那些就是已经
在地板上小盘股的朋友，我建议你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好吧，很有可能会有机会啊，不要这个搁在了地板上，好吧，这是罗素指数。罗素说完以后呢，我们再照例的说一下黄金、比特币和原油。黄金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已经非常弱势的跌破了一个日线级别 GMMA 的一个止损。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呢，我认为黄金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去1700点的位置去找一个支撑，所以说大家现在不要去进场做多黄金，好吧？黄金的话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去1710块钱附近去找一个支撑，所以无论是金矿呀还是黄金板块狼王现在目前都是保持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好吧？不到1710块钱附近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去进场做多黄金。黄金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原油。还有比特币，原油的话上周是出现了一个强势的反弹，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原油已经走出了一个多头的形态，对吧？如果你想去做多原油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是沿着一个1小时级别的 GMMA 的周期，对吧？在向上的进攻。如果说你想去做多的话，那肯定也是等回踩1小时级别 GMMA 到这个73块钱附近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原油的布局的 ，OK， 好吧，原油的话仍然看涨。原油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比特币。那比特币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仍然又一次的回到了4万块钱的一个区间，对吧？那是不是代表着接下来4万块钱的这个区间可以继续去做多呢？我个人觉得不是，好吧，不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比特币的话，它之前已经连续的踩了2次的这个4万块钱的一个支撑位，并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支撑位是吧，是越来越低的，之前是39800，现在是39500，那也就是说比特币接下来如果继续的下跌的话，很有可能是这个平行通道是撑不住的，大概率的话会去36000块钱左右去找继续的支撑，好吧？所以说现在你持有比特币的朋友，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好严格的移动止盈，好吧，不要让你的盈利变成亏损。我认为比特币很有可能会去36000块钱的点位去找一个支撑，所以说不要去这么着急着去做多比特币。然后如果你已经持有的，切记移动止盈，好吧？因为毕竟狼王我不是一个比特币的信仰者。好嘞，那今天的这个4大指数加上3大能源都已经讲完了。讲完以后呢，我觉得最后再跟大家讲一讲一个很多人都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好吧？这是中概股。中概股的话，狼王的观点是不要进场抄底，好吧？中概股的话，搞不好仍然还有继续下跌的空间。我们从阳这个 ETF 来看，3倍做空中国之前的一个压力位，大家可以看到在21.06块附近，它这个压力位已经冲了3次了，1次、2次、3次。如果说下周阳再次的突破了21块钱，那就算4次的去突破这个21块钱的压力位了。那也就是说，21块钱对于阳来说的话，搞不好不会再是一个非常强的压力了。这也代表着中概股仍然还有继续下跌的一个空间，好吧？所以说，狼王给大家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要去碰中概股，中概股仍然会有下跌的风险，非常的危险。无论是腾讯、阿里巴巴，还是蔚来汽车，或者是富途这些股票，暂时我不建议大家去做，好吧？美股这么多股票，你没有必要去做中概股。中概股现在政策的风险非常的大，并且从技术面上来看，也非常非常的危险。好嘞，那这就是这周的是吧？狼王的这个下周行情推演。总结一下，就是说，我觉得上周美股进行了一个假的跌破，那现在重新回到了上升的趋势，仍然是一个逢低去做多的一个节奏，好吧？越跌越买没有问题，暂时美股又出现了很多非常好的信号，像 UVXY 破了新低，之前也反弹了超过50%，所以大盘下跌的一个
压力其实在上周的那个下跌过程中已经完全释放了，所以说我认为继续去做多大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哈，狼王设置的止损位也要严格的坚守，如果是跌破了止损位，也是一定要止损的。我只是说一个我对于大盘就是个人的一个观点。好嘞，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狼王的节目，我们明天的盘前个股快播再见。